1999 3.7 版本的角色美术与以往有所不同，要理解这种不同，我们需要从吼吼点唱机讲起。3.7 版本的吼吼点唱机名字叫《纯真年代》，这个名字应该是致敬美国作家伊迪丝·华顿的同名小说。这部小说发表于1920年，与 3.7 版本的时代相同，而这部小说所讲的故事背景则是19世纪70、80年代。上次我讲无名者时提过，无名者的设计更像19世纪的风格。其实不止无名者，这个版本的角色设计、美学语言都更加19世纪而非20世纪。当然，除了裙子的长度，就像我上次说的，这么短的裙子可能要到20世纪70年代才会有，而其他部分的设计则更偏19世纪，也就是装饰性会更强，有更多的荷叶边、蕾丝边，衣服层次感会更强，以及更为突出的束腰轮廓。虽然都是19世纪的风格，但小瑞安农的设计偏英国，而无名者和发廊野的设计则偏法国。此前格雷斯的迪奥式高定风格也是来自法国，所以也算是一种对应。而发廊野的英文名叫戈培利亚，原型来自法国19世纪的同名芭蕾舞剧，这也是为什么她的皮肤是芭蕾舞服。不过这个不是严格的芭蕾舞服，宽大层叠的荷叶边在芭蕾舞服里不太常见，以及这个帽子，这个更像是19世纪女仆帽的改版，所以发廊野的皮肤应该是结合了芭蕾舞服和女仆装两种设计语言。至于发廊野的动二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透明裙子光感有点奇怪，不过其实发廊野不是光腿，她穿的类似芭蕾舞者会穿的那种裤袜。这个透明裙子应该是借鉴了19世纪法国的浪漫芭蕾舞剧，这种裙子用的就是透明的薄纱材质。所以整体来讲， 3.7 版本的角色借鉴了很多19世纪70、80年代的设计，特别是法国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为什么？这个版本的时代背景不是一战吗？为啥角色美术跑19世纪的法国去了？这时候我们需要讲回伊迪丝·华顿的这本小说《纯真年代》。这本小说发表于一战刚结束的时候，但故事讲的是19世纪70、80年代的美国纽约。一位上流阶层的男子不满贵族生活的条条框框，决定离经叛道，跟自己妻子的表姐私奔，去寻找真实的自我，去过自己真正人生的故事。那个年代美国上流阶级的时尚潮流，法式风情是绝对的主导地位，所以这本小说所描绘的上流阶级生活也是偏法国风格。那伊迪丝·华顿为什么要在一战刚结束的时候去写上个世纪的贵族私奔故事？因为一战摧毁了社会对文明的幻想，我们引以为傲的所谓文明世界在战争面前是如此脆弱，就跟19世纪的贵族生活一样，表面上繁华，但内核腐朽空虚，不堪一击。伊迪丝·华顿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如果我所过的生活只是一种表面的文明，那我是否真的活过？我的人生是不是按别人的剧本活的？我要如何去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？他借由上个世纪的贵族故事来表达寻找真实自我的主题。这个故事契合了战后民众重拾破碎心理的需求，这也是纯真年代当年能拿普利策奖的部分原因。不过这本小说当时其实也有争议，因为伊迪丝·华顿自己是旧贵族出身，他小说里对贵族生活的描写并不完全是批判，多少带有怀念的滤镜在写，所以也被部分人怀疑他在美化旧时代。不过文学作品的解读见仁见智，纯真年代依然是一部很经典的作品。我们讲回1999，如果按照纯真年代的解读， 3.7 之所以是19世纪法国美学，或许是为了表达暴雨摧毁了旧时代，而旧时代其实只是一个虚幻的剧本，然后我们全都在新时代寻找真实的自己。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得通，但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。其实这个版本的设计会让人感觉很像日式幻想风格，因为日式幻想最喜欢借鉴的设计就是18、19世纪的欧洲服饰。我倒不觉得深蓝是想往日式幻想的方向转变，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只是这个版本的主题选择，他们想表达纯真年代这个主题。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发廊野的原型戈培利亚讲的也是一个私奔的故事。一名男子爱上戈培利亚，决定抛弃自己的未婚妻跟戈培利亚私奔，所以戈培利亚的故事也带有摆脱被别人安排，寻找真实人生的意味。不过有趣的是，这些私奔故事最后都失败了。纯真年代里，男主的妻子怀孕后，男主便放弃了私奔的想法，留在了妻子的身边。戈培利亚里的男主意识到戈培利亚只是一个木偶后，也回到了未婚妻身边。更有趣的是，你会发现19世纪很多法国经典作品都会借私奔的桥段来表达主题，像包法利夫人、红与黑、茶花女、卡门，全都带有私奔的元素，而且全都是私奔失败的故事。他们都在表达逃离婚约、逃离阶层、逃离安排好的人生这些主题，而这些逃离的失败也都预示着反抗现实的代价有多高昂。或许法式风情的真谛就是一场反抗现实的私奔吧。